同学们好，您是否乘坐过轮船呢？那您知道它为什么叫轮船吗？而轮机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它又有什么内涵呢？下面就请大家跟我来去了解船舶轮机的前世与今生。说起轮机的历史，要追溯到遥远的1807年。那一年，一个叫富尔顿的美国人建成了一艘叫克莱蒙特的船舶，并在纽约的哈德逊河上试航成功。它是木质的船体，由蒸汽机提供动力，带动一个桨轮推进船舶。它的航速只有6公里每小时，这大概和一辆马车的速度差不多吧。当时用的这个桨轮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水车，只不过水车是依靠人力或畜力把水从低处运送到高处，而桨轮则是依靠蒸汽机提供的机械动力划水，从而被水反推着前进或后退。在这个推进装置中，还要用到一个特殊的设备，那就是锅炉，它用来产生蒸汽。克莱蒙特号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此之前船舶都是以人力或风力为动力推进的，它是第一艘用机械动力推进的船舶，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当时石油还没有被开采出来，用于产生蒸汽的锅炉燃烧的都是煤，我们能看到这个烟囱中冒着浓烟。作为推进器的这个桨轮，它的直径很大，大部分都露在水面以上，所以呢，人们就称它为明轮。而装有明轮的船舶就叫做轮船了。产生动力的蒸汽锅炉和蒸汽机等成套的设备就被称为轮机。可以说，克莱蒙特号的建成开始了船舶以机械作为推进动力的新纪元，它标志着轮机的诞生。后来呢，为了安全和美观，工程师们给明轮加了一个外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它果然好看了很多，但内涵并没有提升，效率依然比较低。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国的第一艘轮船黄湖号，它建成于清代的1865年，试航速度大约12公里每小时，与克莱蒙特号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同学们，以上呢就是轮机的前世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轮机的今生。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，现代化的船舶推进器已经由更加高效的螺旋桨取代了明轮，发动机也由柴油机取代了蒸汽机，但轮船轮机的叫法却一直沿袭了下来。目前轮机不仅仅是推进设备的总称了，它所包含的范围一直在扩大。一般来说，轮机是为了满足船舶航行、各种作业、人员的生活、财产和人员的安全所需要设置的全部机械设备和系统的总称。在工程上，轮机又被称作船舶动力装置，二者的内涵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一直在说船舶是浮动的国土，而一艘现代化船舶则是一座可以在水上移动的现代化城市。这座城市要能够自如地在水上航行，有顽强的生命力，能够抵御各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
和自身可能产生的危险，能够适宜于人员居住和生活，能完成各种特定的作业。而轮机正是用来产生机械能、电能、热能、压力能等不同形式的能量的。它是船舶这座水上现代化城市的能源中心或动力场，也可以说是船舶的心脏。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，轮机是一个具有动力机械性质的系统工程，不能把它理解为机舱中或甲板上机械设备的简单组合。轮机工程是为满足船舶的各种功能，把相关设备或部件结合于各种系统的工程。根据组成船舶轮机的各种设备和系统所起作用的不同，可以把它分为7个部分，有推进装置、辅助装置、管路系统、甲板机械、防污染设备、自动化设备和特种设备。下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，后面的章节呢会详细介绍。一是推进装置。推进装置用于推动船舶航行，是船舶动力装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它由主机、传动设备、轴系和推进器4部分组成。其中主机用于提供船舶航行所需要的机械能，它可以是蒸汽机、蒸汽轮机、燃气轮机、柴油机等不同形式的发动机，只不过从功能上它们都叫做主机。民用船舶的主机大多数都是柴油机，所以呢，一般把主机默认为是柴油机，也可以称呼它主柴油机。而推进器是用来把主机输出的机械能转换为推力，从而推动船舶前进或后退。推进器可以是鸣轮、平旋推进器、螺旋桨、喷水推进器等不同的形式。现在最常用的是螺旋桨，我们也习惯上把推进器默认为是螺旋桨。二是辅助装置，指的是除推进装置以外，其他产生能量的设备，比如产生电能的船舶电站或发电机组，产生热能的辅锅炉，产生压力能的液压泵和空气压缩机等等。第三是管路系统。管路系统是用来连接各种机械设备并输送相关流体的管系，它可以分为动力系统和辅助系统2类。动力系统是为推进装置、辅助装置等动力机械服务的，比如想让船舶柴油机正常工作，就需要向它提供燃油，对它进行必要的润滑、冷却，用压缩空气去启动它、控制它，还需要提供必要的加热蒸汽等等。而这就要用到我们所说的燃油系统、滑油系统、冷却水系统、压缩空气系统和蒸汽系统。辅助系统又叫船舶系统，是为船舶平衡、稳性、人员生活和安全等服务的，主要包括压载水系统、舱底水系统、消防系统、日用水系统、空调通风系统、伙食冷藏，也就是制冷系统等等。4是甲板机械，它们一般布置在机舱之外，由甲板部人员操作，所以呢就叫甲板机械。比如想要控制船舶的航向，就要用到
舵和提供转舵动力的舵机。而船舶也不能一直航行啊，在停泊的时候就要用到锚机、绞缆机。很多货船还需要有装卸货物用的起货机等等。为了提高船舶的适航性，在有些船上可能还会设置一些特殊的设备，比如提供船舶侧向推力的侧推器，能减轻船舶横摇的减摇旗等。它们也是由甲板部的人员操作的，于是也被看作是特殊的甲板机械。第五是防污染设备，它们用来防止船舶造成海洋和大气的污染，比如机舱产生的含油污水需要由油水分离器来处理，船上人员在生活中产生的污水需要由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来处理，船上产生的可燃固体垃圾和污油就需要用焚烧炉来焚烧。这是传统的3大防污染设备。近些年，国际上对船舶压载水和柴油机废气的排放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还需要配置压载水处理装置和废气后处理装置。第6个是自动化设备，这类设备是外加在机械设备上的，也在随着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。它们可以改善船员的工作条件，减轻劳动强度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减少人为失误，主要包括遥控、自动调节、监控、报警、参数记录与打印等等。比如主机遥控系统、火灾监控系统等等，都是自动化设备或系统。7是特种设备，它们是为某些船舶的特殊作业而配置的设备或系统，如挖泥船的泥浆抽吸系统，一些工程作业船舶的动力定位系统等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和轮机的第一次接触就到这里了。轮机设备种类繁多，结构复杂，需要循序渐进地去认识它们。下一讲，轮机的工作参数将告诉大家如何去掌控轮机，欢迎继续关注。同学们，再见。